女扮男装考上状元后，皇帝竟然要把最宠爱的公主嫁给我，而与我同科的探花郎突然冲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他对我早就情根深重，甘愿做断袖。于是两人为了我争风吃醋，差点在朝堂上打起来。父皇，这状元郎儿臣相中了，我决定非他不嫁了。完了完了，女扮男装替兄科考，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陛下开恩，微臣出身寒门，配不上公主金玉之躯。皇上，微臣也反对。沈大人身体羸弱，大夫说他恐有肺疾，不宜大婚。况且，微臣与沈大人志趣相投，早已约定要在刑部并肩作战，为皇上肃清吏治。成亲之事只会消磨他的斗志。裴青，你反对的似乎有些过火了。难道你对沈爱卿也有什么别样的心思吗？是，微臣对沈大人情根深重。裴子瑜，你个断袖！沈状元是本公主的。哼！哈哈哈哈哈哈！明珠想抢，裴青想留，朕的状元郎竟成了你们争抢的香饽饽。皇上每走一步，我都觉得离死亡近了一步。这欺君之罪一旦揭开，我沈家满门抄斩都不够赔的。沈爱卿，他们两个，你要选谁呢？皇上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们3个人能听见。而我还没说话，裴子瑜已经急了，竟然不顾礼仪地拉住我的左手。沈兄，我会护着你的，别怕。夫君，只要你爱我，男女又何妨？我会求父皇给你换个身份，你依旧是你的状元郎。我猛地抬头看向公主，她竟然知道我是女子身份。哈哈哈哈！既然难分胜负，那便都留下吧。状元沈青瓷才华横溢，受翰林院修撰，兼任圣阳公主府讲学之职，同时协助探花郎裴子瑜处理刑部的陈年旧案。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折腾啊！沈爱卿，退朝后到御书房来，朕有话单独问你。皇上对我眨了眨眼，那笑容简直比公主和裴子瑜加起来还要让人毛骨悚然。沈清婉，沈清婉，罪臣在。朕早就知道，你哥哥沈青瓷就死了，在半年前。婉儿，沈家嫡脉只剩你了。你哥哥可能熬不过这个春天了，但沈家的门楣不能倒。你自小随他读书，策论比他还要激进3分。去吧，替他去那金銮殿上看一眼咱们沈家错过的盛世。沈家世代忠良，却子嗣单薄。你为了保住沈家名声，也为了沈家那个老祖宗不至于悲痛而亡，女扮男装带兄考科举，朕理解，但你千不该万不该考得这么好。唉，你若只考个同进士，朕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你走了。可你偏偏写出了那篇平天下策，震动了整个翰林院。
你让朕怎么舍得放你走？陛下既然知道，为何不揭穿？为何还要让公主和裴大人？明珠自小性子烈，她看上的人，朕拦不住。哼！至于裴子瑜，那小子心思深沉，恐怕早就知道你的女子身份了。他想护着你，甚至不惜背上断袖之名，倒也是个情种。那陛下留着微臣，究竟想做什么？朕要你做朕手里的一把刀。朝廷之中，豪强割据，多方势力扭成一股，想要谋朕打下来的江山。所以朕需要一个没有任何背景，只有死罪握在朕手里的聪明人去破局。而沈清婉，你就是最好的选择。我要你在公主和裴子瑜之间周旋，平衡两方的势力。他们能帮你瞒着身份，朕也能。但前提是你得帮朕把这江山扫干净。原来我以为的修罗场不过是皇帝权谋博弈的棋盘罢了，而我是那颗最重要的棋子。从御书房出来后，我还沉浸在今日发生的各种荒唐事中，忽然被圣阳公主给截住了。她直接把我推到了宫墙边，双手撑在我耳侧，来了一个华丽的壁咚。父皇跟你说了什么？公主请自重。沈姐姐，裴子瑜那呆子只知道心疼你，却不知道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你带兄入朝，不就是为了给沈家争个公道吗？嫁给我，我让你成为大业朝第一个女侯爵，如何？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称呼，忽然另一只修长的手便横插进来，强行将我从公主怀里拽了出来。公主殿下，沈大人现在是刑部的同僚，我们要去查案了。裴子瑜，你放开我！清婉，我不在乎什么世俗眼光，哪怕这辈子只能以兄弟相称，只要你在我身边，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哪怕是公主，哪怕是皇上。我看着裴子瑜紧握着我的手，再看看后面追上来的笑得张扬的公主，我觉得我的仕途才刚刚开始，但这命可能真的快要保不住了。沈兄，清婉，若受不了这里的血腥气，便去外头歇着，我来审。裴大人，既然陛下让我协理，我便不能退。我哥哥生前最恨贪官污吏，这江南私盐案牵扯甚广，我得亲自审。那便跟在我身后。这次要审的案子是江南盐税贪污案，被抓的是江南转运使的亲信，嘴硬得很。我和裴子瑜坐在审讯桌后，他面若冰霜，举手投足间皆是世家大族的金贵与狠辣。说，盐税银子到底进了谁的口袋？说，盐税银子到底进了谁的口袋？裴大人，你不过是个探花郎，有些水你趟不起，小心这还没入秋就溺死在太浴池里。裴子瑜眼神一冷，刚要动作，我却先一步走上前去，从怀里掏出我昨夜通宵复核的一叠账册。开元22年秋，扬州府上缴税银30万两，但在吏部的存档里却只有20万两。
剩下的10万两化作了这账本上一道不显眼的墨字。你以为抹了账就行了吗？你是不是忘了，那年扬州大旱，朝廷拨了赈灾款，而赈灾款与盐税款是同一批官银，每一锭底下都有编号。只要本官去查赈灾款的流向，你以为你的主子能跑得掉吗？审讯有了突破后，我和裴子瑜刚走出刑部大门，就被圣阳公主的贴身亲随拦住了去路。沈大人、裴大人，公主殿下在醉仙楼备了薄酒，请二位务必赏光。公主殿下千金之躯，这等地方不便久留。而沈大人今日已经劳累，我们改日再去复命。裴子瑜，你管得也太宽了。公主娇蛮的声音从巷口传来，她3两步跨到我面前，直接拨开裴子瑜的手，勾住我的肩膀。沈郎，那卷宗有什么好看的？本公主给你带了西域进贡的葡萄浆，走。可就在我们推搡之间，一阵破空声陡然响起。小心！裴子瑜反应极快，他猛地转身，腰间的长剑瞬间出鞘，撞开了飞向我后心的一枚毒镖。有刺客！护驾！公主脸色大变，瞬息之间从腰间抽出一柄软剑，将我死死护在身后，随后窄向两旁的屋顶上，10几个黑衣蒙面人鱼贯而下。裴子瑜以一当十，身形如电，每一剑都狠辣精准。然而刺客显然是有备而来，目标直指我这个状元郎。青婉，快走！裴子瑜大吼一声，他的左肩被划了一道深可见骨的口子。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没用，我读圣贤书，能定江山侧，却拿不动这3尺清风。就在一名黑衣人的刀锋即将掠过我喉咙时，圣阳公主一个回旋踢将其踹飞，她反手拉住我，眼底满是疯狂的决然。沈清婉，记住了，你是本公主看上的人，谁也别想动你。去找我父皇，这里有我和裴子瑜顶着。当我带着禁卫军赶回窄巷时，战斗已经结束。裴子瑜背靠着墙，脸色苍白如纸，右手死死攥着长剑，地上一片狼藉。而公主正蹲在他身边，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帮他包扎。裴子瑜，你要是死了，沈清婉可就归本公主一个人了。你休想！裴大人，别哭，男儿有泪不轻弹。你闭嘴吧！我是女儿身，我想哭就哭。唉，行了，都这时候了，还在这儿互诉衷肠。沈大人，这刺客是冲着盐税案背后的势力来的，看来咱们这一局是捅了马蜂窝了。唉，有意思，真有意思。朕本想让你们互相牵制，没想到你们倒演了一出患难见真情。青婉，药苦，良药苦口。那你喂我。裴大人，你伤的是肩膀，不是手。可是我的心疼。青婉，我一直在想，若你当初没替你哥哥，若我是在相亲会上见到你，我会不会更早一点疯掉？裴子瑜，你又在背着我勾引我的状元郎！哼！父皇说了，沈大人要为我讲学。裴大人，你这药喝完了就赶紧睡，别耽误本公主听课。哼！公主和裴子瑜两人互不相让，而我坐在2个醋坛子中间，只觉得脑壳生疼。经过多日的审讯和推理，我和裴子瑜发现盐税案的线索竟然在查到一个叫万宝阁的地方就断了，并且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人，当朝府相也是裴子瑜的亲生父亲裴炎。而裴子瑜看到卷宗的那一刻，手在发抖。我早该想到的。青婉，如果我亲手送我父亲上断头台，你会看不起我吗？可我还没说话，公主却冷冷开口了：
裴子瑜，你以为你父亲只是贪点银子吗？他在养私兵，他要谋反。沈清婉，你以为父皇为什么选你？因为你不仅是女儿身，你还是沈家的后人。沈家当年被裴炎排挤，几乎灭门，父皇是在给你报仇的机会，也是在试探裴子瑜的忠诚。我如遭雷击，原来所有的爱护，所有的修罗场，都包裹在这一场血淋淋的权力更迭之中。清婉，如果这就是我的宿命，那我愿为你开路。只要你在这朝堂站稳了，哪怕我是裴家的弃子，也无悔。行了，别一副交代遗留的样子。沈清婉，跟我去见父皇。这一局我们要玩大的。开元24载春，一道圣旨像惊雷般劈碎了京城的平静。皇帝赐婚，状元郎沈清慈迎娶圣阳公主萧明珠。消息传出后，裴子瑜在刑部哭坐了一夜，而我正被圣阳公主按在梳妆台前，她拎着一套大红色的新郎官服，在我身上比划。婉姐姐，父皇这一招是把你架在火上烤。裴相那个老狐狸，绝不会看着我带走沈家的势力。大婚之夜，就是他逼宫之时。明珠，如果我死在今晚，你会后悔吗？后悔？我萧明珠字典里没这两个字。你要是死了，我就让这大业江山给你陪葬。但我更信你，沈清婉，你是能写出平天下策的人，你不会死。大婚当晚，整个状元府红绸飞扬，却安静的诡谲。裴子瑜穿着一袭黑衣，守在府邸最外围。他是刑部侍郎，今夜的任务是宿卫，而他与府相的父子对垒就在一线之间。可就在我合欢酒即将入口时，门外便传来了震天的喊杀声。沈清慈勾结外敌，女扮男装，欺罔圣上。老臣裴炎特来清君侧，诛妖孽。我猛地推开窗，只见火光冲天，裴相终究还是动了。他手里攥着的不仅仅是兵权，还有我女扮男装的铁证。终于来了。清婉，叛军已经攻破外围，父亲疯了，他不仅要你的命，还要皇上的命。他不疯，我怎么能赢？子瑜，你带公主去密道接应皇上，这里交给我。不行，今日若不以沈清南的身份死一次，恐怕大业朝永远不会有沈清婉的容身之地。走吧。很快叛军就杀到了金銮殿，裴相志得意满地站在大殿中央，指着站在皇帝身侧的我嘶吼：陛下，此子乃女扮男装之妖孽，祸乱纲常，微臣今日是为江山社稷除害。裴相说沈爱卿是女子，可有凭证？带上来。终于来了。清婉，叛军已经攻破外围，父亲疯了，他不仅要你的命，还要皇上的命。他不疯，我怎么能赢？子瑜，你带公主去密道接应皇上，这里交给我。不行，今日若不以沈清南的身份死一次，恐怕大业朝永远不会有沈清婉的容身之地。走吧。很快叛军就杀到了金銮殿，裴相志得意满地站在大殿中央，指着站在皇帝身侧的我嘶吼：陛下，此子乃女扮男装之妖孽，祸乱纲常，微臣今日是为江山社稷除害。裴相说沈爱卿是女子，可有凭证？带上来。她是沈家嫡长女沈清婉，不是沈清慈。我顶着满堂的唾弃与质疑，缓缓走出一步，然后当着裴相的面，亲手解开了束发的金冠，青丝如瀑，倾泻而下。那一瞬间，
整个大殿死寂的，连呼吸声都听得见。沈清婉，见过陛下。哈哈，乱臣贼子，沈家该满门抄斩！裴相，你只看到了她是女子，却没看到她手里的东西。我从袖中掏出一枚带血的兵符，那是我和裴子瑜以及公主早就设计好，从裴相的心腹手中夺来的。裴相，你借着清君侧的名义，调动了南境的3万私兵，可惜这些兵现在已经姓萧了。忽然，裴子瑜带着禁卫军从侧殿涌入，长剑直接架在了他父亲的脖子上，他眼眶通红，却一言不发。直到裴相被拖下去时，嘴里还在大喊：“她是女子，女子入室，天理难容。”沈清婉，欺君之罪，你认吗？臣认罪，但臣有话要说。臣代兄考试，确实欺君。然入朝以来，臣理严案，平冤狱，定民生。敢问诸位大人，臣在位之时，哪一项政令逊色于男子？哪一次决断输给了诸公？若才学可平天下，性别又何妨？若江山因女子而兴，这天理改了又如何？儿臣愿以性命担保，沈清婉之才远胜天下男儿。若父皇杀他，儿臣愿同归。微臣愿辞去一切官职，为沈大人赎罪。朕这江山倒是让你们这几个年轻人玩得挺花。沈清婉，朕赐你死罪，罢黜状元郎沈清慈之位。但朕今日开恩，准沈家嫡女沈清婉即刻入翰林，重开女官一制，掌天下监察之权。你不是想要改天理吗？朕给你这个机会。1年后，大业朝迎来了历史上第1位女官，监察使沈清婉。虽然朝堂上依旧有老古板私下议论，但当他们看到我那雷厉风行的手段时，都只能乖乖闭嘴。然而我虽是威名在外的监察使，却每天都有让我头疼的事情。就比如现在的公主府后花园中，我正头疼地看着面前的2个大麻烦。沈大人，这封求爱信是怎么回事？又是那个新科榜眼，不知死活。婉姐姐，今晚跟我回寝宫睡，别理这个闷葫芦。清婉，裴家已倒，我现在孑然一身，你可不能始乱终弃。本公主连驸马都没了，你得陪我一个沈夫人。我无奈地看着蓝天白云，只觉得这阳光有些刺眼。我原本以为搞定公主和探花郎是为了活命，现在才知道活着是为了被他们2个搞定。女扮男装考上状元后，皇帝竟然要把最宠爱的公主嫁给我，而与我同科的探花郎突然冲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他对我早就情根深重，甘愿做断袖。于是2人为了我争风吃醋，差点在朝堂上打起来。父皇，这状元郎儿臣相中了，我决定非他不嫁了。完了完了，女扮男装替兄科考，这可是诛9族的大罪。陛下开恩，微臣出身寒门，配不上公主金玉之躯。皇上，微臣也反对。沈大人身体羸弱，大夫说他恐有肺疾，不宜大婚。况且，微臣与沈大人志趣相投，早已约定要在刑部并肩作战，
为皇上肃清吏治。成亲之事只会消磨他的斗志。裴青，你反对的似乎有些过火了。难道你对沈爱卿也有什么别样的心思吗？是，微臣对沈大人情根深重。裴子瑜，你个断袖！沈状元是本公主的。哈哈哈哈哈哈！明珠想抢，裴青想留，朕的状元郎竟成了你们争抢的香饽饽。皇上每走一步，我都觉得离死亡近了一步。这欺君之罪一旦揭开，我沈家满门抄斩都不够赔的。沈爱卿，他们两个，你要选谁呢？皇上的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我们3个人能听见。而我还没说话，裴子瑜已经急了，竟然不顾礼仪地拉住我的左手。沈兄，我会护着你的，别怕。夫君，只要你爱我，男女又何妨？我会求父皇给你换个身份，你依旧是你的状元郎。我猛地抬头看向公主，她竟然知道我是女子身份。哈哈哈哈！既然难分胜负，那便都留下吧。